跨入对华雷区，苏纳克主动当这个帮凶，或许与美国没关系，是英国太久没照镜子。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英国发布了安全、国防与外交政策问题综合评估报告。那么就该报告进行发言之时，苏纳克就台海问题公开发出威胁，不允许中国挑战世界秩序。除此之外呢，渲染炒作中国威胁不说，甚至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挑战威胁。而根据苏纳克所言考虑到中国的价值观与英国完全不同，过去几年让英国感到担忧，将对中国的挑衅行为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同时保持在某些领域上的平衡。据悉呢，苏纳克本人在公然给中国画红线之际英国的外相詹姆士·可莱威尔也发出了警告，那么声称英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中国的挑衅。也是有点可笑，哪来的挑衅呢？中国到底干了些什么让英国如此警告呢？证据又是什么？说到底，英国这么做的目的不就是想要染指台海问题？自苏纳克政府上台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一度宣布中英之间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除了台海问题呢，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苏纳克政府也是一天比一天积极对中国有如此大的敌意，难不成真如外界所猜的那样，是要坚持成为美国的帮凶？基于英国本就是美国的奴隶，这么做倒也不奇怪。当然，冒着被打着风险讨好美国，至少在分析看来呢，英国或许还有别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类似这样的报告在过去，那么该国几乎每年都会发布。可相比之前，英国政府此番对华强硬的态度升级，一定程度上怕是与该国内部问题的外化有关。俄乌冲突延伸至今，对英国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此前有报道说呢，英国的经济增长是去年经合组织国家中表现最差的几个，更是七国集团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状态的国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经济情况呢，很大可能会陷入到衰退。在这个背景下，英国的社会问题将逐渐的显现。比如说英国民众上街游行向政府示威，那就是家常便饭。加上精英与百姓脱节苏纳克支持率不断下降。面对这一情况，想要短时间内解决种种危机不大可能，所以只能搞事儿，像华盛顿一样，把甩锅中国当成一种手段，不管什么问题都往中国威胁的框子里装，而似乎这样就能转移国内矛盾一样。至此呢，与其说苏纳克政府是在主动当美国的帮手，倒不如说是其在借着这个由头制造事端，转移舆论。然而英国胆子越大，但却忘了照镜子，英国不是美国，学不来美国那一套手段。而就算学到了，连美国都甩不成功的锅，英国一个已经脱钩的国家，就更别多想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